揾音響來嘅朋友咧，一定有聽過運動場低音啦。嗱，即係個低音單元咧，成個運動場咁嘅款啊，窄窄地咧就可以做到大口徑低音嘅聲啦。今次小弟實試嚟自美國 PS Audio 最新推出嘅喇叭 Aspen FR5 咧，細隻書架 size 就內含一隻6寸乘9寸碳纖維運動場低音單元啦。不過呢個單元咧係被動設計嘅，點解會係咁嘅設計嘅咧？嗱 PS Audio 嘅老闆 Paul McGowan 拍嘅 YouTube 片咧，好多人都覺得好好睇啊！唔知佢嘅喇叭又好唔好聽呢？嗱，今集就同大家研究下啦。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國人，歡迎嚟到 freeforsound.com。今日同大家實試嘅產品咧就係 PS Audio 嘅喇叭 Aspen 嘅 FR5 啊。正式介紹之前提提大家，如果大家想睇各種影音器材產品測試、影音教學同埋市場最新資訊咧，記得免費訂閱我哋 freeforsound.com 嘅 YouTube channel 啊，撳埋隔離個鐘仔咧，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條片噶啦。好，咁我就開箱先啊。咁啊，說明書啦，我要睇睇個單元喺邊先，唔好亂嚟，一插落去就真係即刻係你噶啦個喇叭。哇，好多單元啊，真係有前又有後啊！個做工比我想象中靚好多喎。開咗一隻，開晒。美國 PS Audio 最新推出嘅 Aspen 喇叭系列啦，最細呢個型號就係今次實試嘅 FR5，亦都係系內唯一一對書架喇叭。嗱，首先講 size 啦，係圖示咁嘅大細嘅啫。喇叭嘅容積主要係集中喺深度啊，所以正面望落去咧，其實係幾纖巧嘅。箱體紮實，重量咧已經有12.1公斤啦。佢係一對2路3單元設計嘅喇叭。嗱，首先講下箱體設計啦，係用咗一種叫做約束層阻尼技術，提高箱體嘅剛性，但係音壓之下咧，雙聲係受控嘅。大家都見到箱體嘅邊角全部都係磨完晒嘅，咁樣嘅設計可以減低雙身繞射。前帳板係用咗熱固性嘅玻璃纖維樹脂製造啊，將電腦精密模擬計算，為單元作出最好嘅擴散角度，亦都提供咗一個非常之好嘅基礎俾單元運作啊。咁另外廠方亦都有專屬嘅腳架嘅，個樣係非常之靚仔啦。擺埋原裝腳架之後，我加咗 1.5 cm 嘅釘墊，高度呢就係咁啦。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 how do you do? 天边有一对双鞋，我要登上山。當然要講下佢啲單元啦。嗱，高音部分呢，廠方係用咗一隻2.5寸嘅 Technics 平面絲帶振膜高音啊。呢個高音單元呢係廠方自己開發嘅，就係希望佢可以同時擁有靜電喇叭嘅速度同埋追盤單元嘅動態啊。單元運作呢，佢係利用正反兩面嘅磁場對稱推拉嚟到直接推動非常之輕嘅振膜，咁所以單元效能高，但係失真極低啊。至於中低音單元方面呢，廠方係開發咗一隻6.5寸直徑 CURV 編織型聚丙烯振盤嘅中低音呢，本身做得好輕，亦都好硬啊！再加埋長衝程嘅音圈設計同埋大型嘅磁鐵系統呢，呢個咁細隻單元，即使喺大音量播放、長衝程運作嘅情況之下，失真依然係好低啊！仲有速度夠快，即係順便夠快咁嘅意思，音染好少啊，咁先可以無縫銜接平面振膜嘅高音啊！但係佢始終都係一個6.5寸嘅低音單元啦，所以最後為咗令到低音可以再落低啲，廠方就喺喇叭後面加咗一個6寸乘9寸嘅運動場式橢圓形嘅 Passive Radiator 被動式輻射器啦。呢個設計咧會比全密封聲箱咧個低音嚟得更加有效率，亦都唔會咁容易有傳統低音反射孔設計嘅嗰種風噪啊或者壓縮失真嘅問題啊。分音器方面咧係 Linquist Wiley 6階衰減設計啊，分頻點咧就設定喺1750 Hz 嗰度啊，避開咗人耳最敏感嘅範圍噶啦。喇叭插方面咧就係非常重型嘅設計啦。
大型嘅叉插同埋焦插都用到噶啦。呢個部分呢係用 by wire 雙線接駁設計嘅，可以俾大家玩 by wire 啦，當然亦都可以俾大家玩 by M 啦。呢對喇叭受得係 by M 有餘噶。我哋睇睇規格，設計2路3單元書架喇叭，雙體係密封式嘅，顏色呢就有 Sting Black 同埋 Sting White， 靈敏度 83.5dB， 壓定阻抗呢就係6盎，最低呢都只係 5.6盎嘅啫，阻抗抖擺幅度都細，穩定嘅。呢度緊要啦，頻率響應呢有個運動場幫手，可以落到去35 Hz 啊。尺寸頭先睇咗啦，重量方面呢，腳架其實都有 6.2 公斤一隻嘅，灌咗沙更加之重添。好，咁而家係錄音，咁錄呢個 PS Audio 嘅 Aspen FR5，Roomcore 就係 Rotner 嘅 Wavelight Server， 咁然之後就係解碼 Mola 嘅 Tabriki， 然之後合併式擴音機咧就係Boda嘅866 Integrated， 咁推動呢一個 FR5 啦，俾到飽飯佢食，佢就係有呢個聲，聽聽就知。好，咁講下呢個聲先啊！我想分開兩部分講。第一部分咧就係 expected， 預計佢嘅聲音係咁樣，結果佢真係咁樣，冇雙聲咁滯嘅。然後呢個聲場係好闊、好深嘅，非常之 outstanding 嘅。以呢一個價位嘅喇叭嚟講，係好少聽到嘅喇叭係可以做到咁出色嘅呢一樣嘢。自家訂製嘅一個履帶高音，咁個高音個密度好高啦，然後擴散嘅角度好闊啦，所以即係我基本上都唔使套現，擺啱咗，高音係好通透、好清澈，但係一啲都唔惡嘅。呢一個中低音個速度就係好快，兩隻單元嘅協調係協調得好好嘅。音色上咧其實就冇乜點調聲嘅，佢所有嘢都好逼真，同埋個聲場效果好好，好真實嘅感覺咧就吸引咗你噶啦，就唔需要靠音色嚟到吸引你。好啦，咁有啲乜嘢係我預計唔到嘅咧？就係個低音啦。你哋都知道啦，後面有個 passive radiator 啦，有個被動輻射器啦。因為一般一係就係密封箱氣墊低音，一係咧就係低音反射式啊，無論個反射孔向前向後都係。但係呢一種設計嘅低音咧，某程度上就擁有頭先嗰兩種設計嘅優點集於一身。因為你淨係靠呢一個中低音，如果係密封箱嘅話咧，我相信個低音量唔會好似而家咁樣。但係佢又唔會好似低音反射孔咁樣，佢會突然間有一段嘅低音會多咗少少出嚟。好啦，讚咗佢咁多，咁有啲乜不足嘅地方咧？咁呢一對喇叭咧，最明顯嘅不足就係幾難推下嘅。咁啊，規格上咧，靈敏度就係83.5分貝。實際上你用起上嚟咧，你都完完全全確切咁樣感受到佢呢一個83.5分貝嘅靈敏度嘅。但係好老實講，你揾到部靚 M 推佢，你俾咗飽飯佢食咧，咁佢啲嘢就鬆容啦，中高音開揚，低音夠亮結實啦。佢播放出嚟嘅聲音係真係有 high end 喇叭嗰個門檻嗰個水準啊！即係大家心目中可能都會覺得有啲書架喇叭都叫做係 high end 噶啦，但係個價錢都幾 high end 嘅。但係呢一對 PS Audio 喇叭，我試嗰陣時我就咁聽聲，我未查價咧，其實我估嘅價錢罕有地啊係貴過佢真正賣緊佢嘅價錢，的確係有驚喜嘅。PS Audio 嘅產品，可能你講好多次，你都唔會講到喇叭嘅。但係今次我試完呢隻喇叭之後呢，我覺得原來佢係真係識出喇叭，出得幾好啊！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聽我頭先描述嘅嗰一種聲音嘅話呢，預算唔多，買器材比較 open-minded， 唔一定淨係局限過某幾隻大路牌子嘅話，非常之誠意推薦你去聽一聽呢對 PS Audio 嘅2路書架仔，揀啲聲場宏偉，以往要一定係坐地喇叭先至播得到嘅嗰種場面，擺喺呢對喇叭度聽，佢嘅聲音會好到嚇你一驚。
實試嚟到呢度啦，有興趣嘅朋友你記得喺本片說明欄裏面睇得賣幾多錢，同埋咧邊度可以試聽啦。而家價錢咧係非常之抵嘅。好啦，咁今日同大家實試 PS Audio 嘅 Aspen FR5 嘅書架喇叭咧，介紹嚟到呢度為止啦。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 我哋啦，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記得訂閱啦。訂閱咗之後記得撳住 channel 隔離嘅鐘仔，有新片出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最近我哋都試咗其他嘅音響產品喎，唔知呢一個產品又啱唔啱你呢？咁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埋佢啦。好，今次實試嚟到呢度，下次再見，係咁，拜拜。